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傅山海双男主宿命对决，谁是武侠史上最悲情存在？若论武侠剧中的惨男主，程毅在傅山海中一人分饰的萧秋水与李晨舟，堪称悲情天花板。两人虽立场对立，却共享同一种命运底色，被至亲背叛，为苍生牺牲，在爱恨交织中走向宿命轮回。这场双生花式的角色塑造，不仅颠覆传统武侠叙事，更让观众陷入双厨狂喜与意难平的拉扯中。一、萧秋水从咸鱼少年到孤胆侠客的炼狱之路。作为穿书者萧明明的化身，萧秋水初入江湖时不过是个热血中二的纨绔子弟。他爱写诗，爱交友，甚至因一时冲动卷入权力帮与浣花剑派的纷争，间接导致家族被灭门。一夜之间，父亲萧西楼战死，母亲自尽，浣花剑派血流成河。这一幕不仅是全剧高虐起点，更成为萧秋水黑化的导火索。血色婚礼，权力帮突袭婚礼现场，萧秋水目睹未婚妻唐芳家族覆灭，却因误会亲手刺伤爱人，最终在悔恨中自断一臂。剑指苍生，为查灭门真相，他孤身潜入权力帮禁地，以凡人之躯对抗19人魔，最终以血染剑，以命换道，成为武林公敌。二、李晨舟以权正道的暴君与情痴。作为权力帮帮主，李晨舟是萧秋水的宿命之敌，却也是最懂他的镜像。他以一拳震江湖，却困于对赵诗荣的痴恋与对刘武的猜忌。剧中，他一面冷血屠戮武林正派，一面为赵诗荣挡下致命毒针，最终在风波亭含笑而逝。这一角色被观众称为武侠版雷雨，爆裂与脆弱并存，极致反差细节。秀气温和的手，李晨舟的双手本可执笔作画，却生生捏碎仇敌头骨。剧中特写镜头下，他抚摸赵诗荣发簪时的颤抖，与挥拳时的暴力形成强烈对比。诈死幻中，为试探心腹柳随风，他诈死入关。当刘武为护他而亡时，他嘶吼人生寂寞如雪，将枭雄的孤独推向极致。死前温柔，中剑垂危时，他轻抚唐芳面纱，低语若重来一次，我宁做你的平凡人，颠覆传统反派形象。三、双男主宿命论，悲剧的两种解法。一、萧秋水以自我牺牲破局。他的惨在于每一次成长都需血祭挚爱，灭门之仇让他学会冷酷，却也让他失去爱的能力。最终，他选择将毕生功力灌入唐芳体内，自己化作石像镇守山海，完成从复仇者到殉道者的升华。二、李晨舟以疯魔对抗宿命。他的惨在于看透江湖本质却无法挣脱。他明知权力帮必亡，仍以卵击石；明知赵诗荣心属他人，仍为他颠覆武林。剧中，他死前大笑这江湖配不上我的温柔，将悲剧美学推向高潮。四、观众争议，程毅的毁容是演技与角色深度。尽管剧集未播鲜火，但程毅的表演引发两极评价。力挺派认为他演含血丝的嘶吼、自残式打戏如为拍坠崖戏亲自攀岩，完美诠释了角色的破碎感。质疑派则吐槽部分造型浮夸，如李晨舟的白发狼尾，台词生硬，削弱了悲剧张力。然而，不可否认的是，程毅通过微表情与肢体语言，将两个角色的惨具象化。萧秋水的隐忍，紧握剑柄时颤抖的手指；李晨舟的癫狂大笑时眼角的泪光，让观众在骂声中边嗑边哭。傅山海的双男主设定，实则是借武侠外壳探讨人性困境、权力与爱欲、救赎与毁灭、宿命与抗争。萧秋水与李晨舟的悲剧，恰似一面棱镜，折射出每个普通人面对命运时的无力与挣扎。正如网友所言，
他们不是输给江湖，而是输给了自己心里那团火。